进城的路上，太子和唐之陵两人都骑在马上。六叔，明日进宫参加我小儿的满月宴。放心吧，我们家一定准时到。两人穿着戎装，远处看着还真像个武将一般。进城之后，两人带着一行人在朱雀大街策马奔驰着。到了皇城附近，唐之陵才和太子分开，转身回到了荣王府。今日进府，发现并没有如往日那样听到孩子们的吵闹声。李嬷嬷，王妃呢？王妃带着3位少爷去书院了。好。唐之陵放心了，直接去洗澡了。唐之陵就算去了军营，但是也是喜欢干净的毛病不改。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沐浴更衣，不管是什么时候。等换好了衣服，他一身清爽地吩咐道：无丹无恙，咱们也去书院看看王妃。马车很快就到了福宝书院。唐之陵从马车上下来，竟然看到福宝书院的上空飘出了白烟，而且书院的墙头上还趴着几个少年的脑袋。唐之陵一眼就发现了，那些是国子监的学生。只是他们趴墙头是看什么呢？唐之陵跨步往学院里走去。此时沈飞正穿着干净利索的衣裳，在给一帮小屁孩做实验。只见沈飞手上戴着一个透明的手套，上面有些液体。他拿了一个火折子靠近手上，霎时间手掌上出现了一团火焰，火苗一下子窜得老高，引起了孩子们的尖叫。娘，你的手着火呢！火苗只着了一会儿，然后就灭掉了。这个表演叫火焰掌。楚玉红瞪大眼睛，一脸的不可思议。婶娘，你太厉害了，手上有火不烫吗？阿姐，这是什么原理？化而生万物，学以致无穷。小福宝坐在一边，仔细地琢磨沈飞话中的含义。好了，今天咱们就玩到这里了，剩下的时间咱们去吃烤全羊，有2只呢，咱们去吃个够。好，太好了。是啊，那边一直冒烟，还有肉味，我都馋了。要不是沈父子实验太有意思了，我早就忍不住了。沈飞的书院除了他自己的孩子和亲属家的之外，还有10名是从外面招收的小孩。只不过这些孩子都是贫苦人家出来的，当初也是看上了沈飞那一条减免学费的条件。经过一轮考试，沈飞选了10名最有算学天分的孩子收下了。沈飞来到书院之后，大言不惭地给自己选了一个称呼，让学生们叫他沈夫子。他有时间的时候就来学校教孩子们一点化学知识。趴在墙头的那些国子监的学生都羡慕地看着隔壁的小豆丁们，有的吃，有的玩，还有的学。这么好的待遇，他们也想要。小姨姨，羊肉真好吃。喜欢就多吃一些。沈飞已经发现了，朱家的这个小孩总喜欢粘着小叶子，是小叶子的跟屁虫。小福宝曾经提醒他，让他注意朱玉安，这小子没准在打小叶子的主意。沈飞则是没当回事儿，毕竟他们都太小了。况且沈飞并不排斥2个孩子从小培养感情，青梅竹马的感情也不错。在古代多是盲婚哑嫁，2夫妻从前甚至都没见过一面。沈飞可不喜欢那样，他希望他的2个女儿在有限的条件下可以自己谈恋爱，找他们心动的男子。沈飞的目光看向花花，觉得可能只需要考虑1个女儿，毕竟上辈子的师姐是个不婚主义者，不知道这辈子的花花会不会考虑婚姻。唐之陵进来的时候见到的就是这么热闹的场景。还没到休假的日子呀。唐之陵制止了众人要行礼的动作，示意他们继续吃。他快步来到沈飞身边。明日去宫中参加太子小儿的满月宴，所以我们就回来了。太子现在已经有2个儿子了，长子是正良帝生的，现在已经8个月了，次子是小侍妾生的，生母的名分不高，所以孩子是太子妃亲自养的，也相当于是太子妃的孩子了。所以这个孩子的满月宴，太子妃打算办得隆重一些。来，坐这边，尝尝新鲜的羊肉，都是现杀的羊，嫩着呢。小福宝坐下，一边吃着烤肉，小眉头是皱在一起的。这喜3礼已经大办了，满月就应该低调才对啊。小福宝想到太子妃和皇后的身份，叹了一口气。算了，先这样吧，让他们折腾吧。是指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吗？没有。对呢，吃完烤肉，咱们去城外跑马吧。铁蛋在学堂念书没有多少天分，但是在武功上确实很有天分，就是杨少奇都没有铁蛋高。世子，我要和你一起去。好，
咱们3个一起。杨少奇的小叔叔杨昭已经被点了驸马，佳慧公主的驸马。皇上那时候调查了杨昭，还真发现这杨家不错，就是归德将军杨策这个人都很有才能。加上杨昭没有通房小妾，父母双亡，长嫂方氏也是通情达理的人，皇上有一瞬间觉得这么好的人选给他的大公主千荣也不错。但想到人选是小福宝亲自挑的，他还是不敢换了。于是在杨昭和佳慧公主见面之后，就给两人赐婚了。杨昭因为守孝没办法立即完婚，所以婚期就是守孝之后再举行。杨家出了个驸马，也算是一个喜事。杨少奇自那之后来荣王府更是理所当然了，加上他从前就喜欢追着小福宝一起玩，现在更是什么事都喜欢凑在一起。楚玉红现在已经11岁了，长大了不少。他本想送弟弟们和堂弟亲近的，可是他2个弟弟都太文弱了，性子有些闷，不爱围着小福宝转悠，这让楚玉红很无奈。楚玉熙和楚玉泽2哥俩在书院更多的时候是待在一起玩的，楚玉红教也教不会，所以也只能放弃这个想法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都是福宝堂弟的亲人，有这一层关系在呢。其实楚玉红是想多了，小福宝怎么会不管他们3兄弟呢？就是那暗中想要伤害他们的人，小福宝已经解决了好几批了，只不过是几个孩子不知道罢了。小福宝想到赵家的人暗中想要除掉楚敬宗的孩子，就闹心得很。气恼的同时又有些无力，毕竟双方都有错，不过也不能让赵家一直都这么步步紧逼。看来这赵家要好好的敲打敲打了。宫中有人给你下了帖子？是，太子哥哥给的帖子，我就带弟弟们来了。小福宝听到是太子让人来的，稍稍的安心了一点。一会儿到那宫里，你们3个就跟着我。好，福宝弟弟。众人一起进了皇宫，一行人浩浩荡荡的，都是一群小萝卜头。进宫能带的人有限，所以这些孩子只能是沈飞和唐之玲2人自己盯着。到了东宫，已经来了好些人。唐之玲带着小福宝等人去专门招待男客的宫殿，沈飞则是带着2姑娘和3胞胎一起去太子妃那里。2人也都算是大部队，很引人注意。沈飞带着孩子刚刚走近，立即有宫人禀报：荣王妃到。见过太子妃。六婶不必多礼。太子妃抱着2皇孙，好像这是她亲生的孩子一样。2皇孙才满月，小孩不胖，睁着眼睛，被太子妃抱着也不哭闹，显然是熟悉这个怀抱的。太子妃是没生养过的，现在抱得这么娴熟，一看就是平时没少照顾2皇孙。2皇孙这小模样和太子还真像。是啊，很像太子呢。3个弟弟已经这么高了，我总听太子说弟弟们长得好，如今一看外貌果真不错，和太子也有几分相像呢。他们的眼睛和太子有些像，楚家人的眼睛好像都会像一点儿。六婶这么一说，还真是这么回事啊。太子妃和沈妃寒暄一会儿，就陆续有人进来了。沈妃也和众人寒暄，做一些表面功夫，时不时还要照顾3胞胎，防止他们捣乱。主动和沈妃搭话的人不多，沈妃也不无聊，她是竖着耳朵听着别人聊八卦。花花此时和沈妃一样，安静地坐在一边，也不顽皮，小耳朵和沈妃一样，听着别人讲宫里的流言，什么皇上宠爱了哪个美人，谁又被罚跪流掉了孩子，谁又被谁截胡争宠。总之有女人的地方，有意思的事儿就不少。小叶子则是不喜欢听这些，她则是自然和宫里的公主们玩了起来。终于到了宴会开始的时候，众位后宫嫔妃还有一些被邀请进宫赴宴的外命夫人被请到了宴会厅。沈妃的座位安排在居中的位置，这次后宫的妃子来的不少，所以他们的位置要比较靠前。沈妃坐下之后，一边是2个小闺女，另一边是3胞胎，就她的桌子是非常的长。好在这时候3胞胎也玩累了，现在也饿了，都老实的坐在桌前等着开饭。皇后是最后出场的，她和太子妃2人坐在上首。这时候有宫人急匆匆的跑了进来：皇后娘娘，太子妃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何事这么大惊小怪的？皇后娘娘，有小带天禀报，荣世子落水了。你说谁？你是说荣世子？除了荣世子，还有泽少爷，他们掉到荷花池了。太子妃的嘴角轻轻翘起，但是很快就隐藏下去了。沈妃无暇顾及其他，急忙站起来就往外冲。等沈妃到了荷花池的时候，发现小福宝已经上岸了，身上也披着小毯子，
小福宝，你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你吓死娘了！娘，你快救救玉泽，救救他！沈飞转过头，才看到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楚玉泽。这时候，太子等人也赶到了荷花池这边。泽弟，快请太医，请太医！沈飞知道落水之人的急救只有那几分钟。红儿，你让开，让我试一试。师娘，你救救我弟弟！沈飞胡乱点头，然后给楚玉泽调整了一个姿势，开始给他做心肺复苏，然后又给他做人工呼吸。众人看着沈飞直接上嘴亲楚玉泽，都是面面相觑。不过沈飞都能生下楚玉泽了，又是他的长辈，倒是没有人说些恶心人的话。我来按压。好，按照我之前的做。这时候太医来了，立即道：还请荣王妃和王妃尽快离开，让下官看看。沈飞不管太医的话，依然做着人工呼吸。太子殿下，这……六叔六婶，是不是让太医先看看？沈飞不管人群的议论声，一连几次深呼吸之后，给楚玉泽渡气。终于，楚玉泽咳嗽一声，吐出一口水。哎，活了！哎，竟然活了！太子妃刚刚赶过来，就听到活了。沈飞把人救醒之后，就把位置让出来了。有了，太医给玉泽看看。李太医这时候也不敢托大，态度也软了下来。好，下官这就看看。李太医连忙过来给楚玉泽把脉，沈飞则是不管楚玉泽，来到了小福宝的身边。现在才4月份，湖水是凉的，小福宝身上都湿了，要是没有及时换衣服，会冻感冒的。小福宝，咱们去换身衣服。李嬷嬷，去把世子备用的衣服拿过来一套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这时候就听到了一连串的脚步声。皇上驾到！小福宝落水了，救上了没有？人在哪儿呢？参见皇上！参见皇上！万岁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众人这么一跪，就把站着的小福宝给露出来了。我没事。皇上根本不管别人的目光，直接来到小福宝身边，从上到下的摸索了一遍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等发现里面的衣服还湿着，立即恼了。荣世子的衣服还湿着的，怎么不给他换衣服？要是得了风寒怎么办？父皇，我这就安排福宝弟弟换衣服，顺便让太医也给他把把脉。皇上这才注意到众人还跪着呢。都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众人都起来之后，眼神都在皇上和小福宝身上来回打转。他们看的是清清楚楚，荣世子不跪皇上，皇上竟然也能容忍。还有，荣世子今年已经6岁了，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娃娃，到了知礼数的年纪了。参加宴会的几个大臣心中各有思量，后宫的嫔妃想法也不少。毕竟二皇孙的满月礼皇上没来，荣世子落水了，皇上却眼巴巴的亲自来了，还如此关切和着急，这就不寻常了。知道小福宝受宠和亲眼看见他如此受宠是两回事。小福宝和楚玉泽2个小孩很快就被带下去换衣服了。满月宴因为这个小插曲也就这样草草的结束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人好好的，为什么会落水？太子，你说说是怎么回事？太子知道皇上是生气了，所以回答的时候也是非常谨慎。父皇，儿臣那时正在招待宾客，不知福宝弟弟是什么时候出去的。皇上瞪了一眼太子，显然是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。沈飞其实也好奇呢，他小声问唐之陵：你怎么也没看出孩子？唐之陵也是一脸无辜。这小孩子出去玩，我也不能时时刻刻都看着呀。唐之陵有些心虚的避开沈飞的眼神，他知道小福宝熟悉皇宫，就没管他。他觉得小福宝那么大一个人了，能自己照顾好自己。凤宝，你派人去查查湖边是不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。是，陛下。这时候换好衣服的小福宝和楚玉泽一起走了进来。楚玉泽小心地躲在小福宝的身后，他因为幼年的时候家中一下子发生了变故，人就有些胆小。现在有2个当事人在，皇上也就不绕弯子了。小福宝，你们为什么会去湖边啊？我是跟着他去的，谁料到那湖边，玉泽一下子就掉到那湖里。玉泽不会游泳，我就跳下去救人呐。你都不会游泳，还敢跳下去救人？
小福宝是会游泳的，只是他不敢告诉沈飞，害怕他起疑心，只能闭嘴当个鹌鹑。皇上盯着楚玉泽，严厉地问道：你呢？你去湖边做什么？皇上对小孩子是没恶意的，但是对于牵连了小福宝的小孩就有些迁怒了。楚玉红见状急忙跪了下来，他拉着楚玉泽也一起跪下。泽弟，你说你怎么去了湖边？你是第一次来东宫，又不熟悉路，怎么就去那里？还有，好好的为什么就掉下去了？楚玉红看似是问话，但又把可疑的地方问出来了。毕竟楚玉泽不熟悉东宫，一定是有人针对他们才把他引出去的。我找不到哥哥，有个太监说我哥哥在湖边等我，我就跟着他过去了。后来我感觉腿上一疼，人就掉到湖中。楚玉红见此，立即拉开楚玉泽的裤腿，看到了一个红印子。皇上，泽弟的腿上确实有个红印子，想必是有人从远处用暗器打的，才让弟弟落水。还有，我不过是出宫这么一个空档，就有工人来诱骗我弟弟，这人应该时刻关注我们兄弟三人，这是有人针对我们兄弟的局，想要我们的命，还请皇上为我们做主。皇上很纳闷，一开始生气是气有人针对小福宝，现在知道是针对老三一家的孩子就很奇怪，这老三都是庶民了，对付他的孩子有什么用？放心，朕一定会查清，给你们一个交代。谢皇上。太子妃听到皇上要亲自派人查，心中有些不安。他也没想到那些人这么没用，竟然还留下了证据。要是没有腿上的伤，那就能推到小孩子顽皮失足落水上。现在被楚玉红给点出来了，反倒是不好办了。太子妃紧张地攥着帕子，被皇后看个正着。她的心里一紧，心中也有了大概。皇后叹了一口气，看来还得好好的和太子妃聊聊，还有背后扫尾的事还要她来做，否则真的被皇上知道了，只怕太子妃的位子保不住了。一个子嗣艰难的太子妃本就惹皇上不满，现在还出手伤人，皇上怎么能容许？到时候只怕这太子妃的位置还真就得换人了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宴会也散了，沈妃带着楚玉红三兄弟一起离开皇宫。皇上把太子单独叫到勤政殿，才开口询问：今日的满月宴为什么要请楚玉红三兄弟？父皇，我没有给玉红他们送帖子，他们三人怕不是福宝弟弟带进来的吧？皇上皱着眉头，或许还真是这样，小福宝要是愿意带，还真没办法。总之你以后记住了，不要和老三家的孩子太亲近。是，父皇。还有太子妃抱养的那个孩子，你要一视同仁，也不能冷待了大皇孙。太子微微点头，皇上挥了挥手，让太子下去了。皇上坐在龙椅上，闭眼仔细地思索事情的前因后果。这时候冯宝弯腰走了进来。皇上，有消息了。是谁动的手啊？皇上，引路的小太监已经上吊自尽了。自尽了？那个太监是哪个宫的？皇上，小太监只是负责洒扫的。是东宫的太监？是。皇上知道是东宫的人，心里有了怀疑的目标。不是他后宫的人，太子后院的人就那么几个，和老三有仇的人，这就很好猜了。皇上，奴才听守宫门的守卫说起，荣王府一家也好奇楚玉红三兄弟为何会进宫。楚玉红称是太子下的帖子。好，朕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看来得找皇后谈谈了。太子妃这个位置可马虎不得呀，赵家呀赵，有点难办呐。沈妃亲自派人送了楚玉红三兄弟回了城外马场。众人进府之后，沈妃吩咐道：小福宝留下，你们全都回自己的院子去。娘，你干什么？要和哥哥说悄悄话吗？走了，别捣乱，再不走小心挨揍。小叶子看了沈妃一眼，想起被沈妃打屁股的场景，立即点头。妹妹，我和你走，咱们去你院子玩吧。不去我院子，去你那边玩。也行。等人都走了之后，沈妃才开口问道：小福宝，你知道今天错在哪儿了吗？他今天要好好的给小福宝立立规矩，这小子越长大胆子越大。娘，
我知道错呢。小福宝很干脆的认错，让在旁边等着看戏的唐之灵很无语。他还以为这小子会反抗呢，可是竟然直接认错，真是太滑头了。果然，沈飞听到小福宝认错了，态度好了一些。仔仔，救人没有错，但是娘希望你是在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才救人的，任何人都没有你的命重要，明白吗？娘，我当时就是太着急呢，我答应你，以后都不会呢。知道就好。沈飞揉了一下小福宝的脸，然后又继续唠叨的叮嘱了好些话，才让他下去。唐之灵在旁边听着，心里已经酸成柠檬精了。他觉得沈飞现在变得很唠叨，他其实很想说，对小福宝不用交代那么多，小福宝自己就懂的。不过这话他是不敢说出来的。果然，小福宝回到了西院之后，完全没有在沈飞那里的温顺了。此时他的眼中已经有了肃杀之气。齐慧，去把宁策叫来。是，主子。小福宝坐在软榻上，想着当时一动不动的楚玉泽，心中恼火。这些人太过分了，几次向老三下手他都没有计较，可是他们的手倒是越伸越长了，都敢在宫中公然动手了，还对小孩子下手。可恶！看来他是太心慈了，给了那些人膨胀的胆气。葛太妃造的孽，他不也是被要死了吗？他也没有计较，毕竟一报还一报。看来只能断了某些人的臂膀，才能让他们安分了。令策很快就被叫了进来。参见世子。给你个任务，去搜寻一下皇后娘家的罪证，越详细越好。这次不用管赵氏官子低的，那些小虾米不重要，我要理查赵国公，明白吗？令策想到是皇后娘娘的赵家，心中发麻。国公府赵家在京中的显赫程度，长安城的百姓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是，属下领命。不过什么？说。赵国公的罪证恐怕要慢慢搜罗。不着急，慢慢来。还有，这些消息不要让皇上的人知道，明白吗？是。出城的路上，楚玉红搂着失而复得的弟弟，还在仔细地分析今天的事。大哥，皇宫太危险了，咱们以后不要去了。楚玉熙今天也是吓住了，他已经8岁了，懂得也更多。大哥，我觉得今天的事有些蹊跷。你仔细说说你的想法。大哥，我听说今天根本不是太子哥哥请咱们去的。哦，是谁说的？太子哥哥吗？不是，我那时候藏在暗处，说话的宫人没有注意到我。他们偷偷议论太子妃借着太子的名义请人，还请个庶民参加宫宴，也是奇怪。我当时还想，这有什么区别？可是泽弟出事了，我觉得就不正常了。楚玉红的脑袋转得更快了，一下子就想到了问题的关键，不想弟弟们牵扯太多。好，这事你知道就好，谁都不要说。大哥，你说是不是有人不想咱们活？放心，有哥哥在。大哥，我现在还太小了，不能着急，咱们以后也和皇宫里的人远点儿。你和泽弟以后在书院好好学习，一切小心行事。大哥，六婶对咱们好，她会保护咱们的。泽弟，你要谢谢六婶，要不是她，你就活不了了。楚玉红也是很感激沈飞，她是整个皇室人中主动帮助他们兄妹几个的，这份感激她楚玉红永远记得。